过去100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真正挑战美元的全球霸权。但是现在这件事儿正在发生，中国正在用黄金重建货币的信任体系。这不是简单的去美元化，而是一场关于钱的本质的革命。今天呢，我来讲清楚3件事儿。第一，为什么美元的信任正在崩塌？第二，中国的黄金走廊到底是什么？第三，这场全球货币的重构对我们每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几十年来，全球超过70%的外汇储备都存放在美元资产当中。各国央行买的美债，本质上就是把自己的财富交给美国保管。但这一切呢，在2022年被彻底打破了。那一年，美国冻结了大约3000亿美元的俄罗斯外汇储备。不管政治立场如何，这件事儿就向全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美元不是你的资产，而是美国的负债。当美元可以被随意冻结、被政治化使用，那各国央行就会开始重新思考：如果今天是俄罗斯，明天会不会轮到我呢？于是，从那一年开始，全球央行开始集体减持美债，增持黄金。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2023年以来，中国、印度、土耳其、新加坡都在大举买入黄金，特别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官方黄金买家。而中国做的远不止买黄金这么简单。过去几年，中国搭建起了一个全新的金融基础设施——黄金走廊。这个体系的核心是上海黄金交易所。它不仅是全球最大的实物黄金市场，还在香港、中东、非洲等地建立了金库网络，让持有人民币的国家可以直接用人民币兑换实物黄金。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民币不再只是纸币了，而是一种可以由黄金支持的储备货币。简单说，中国在建立一个和美元平行的金融系统，一个绕开 SWIFT、绕开 IMF 的新的结算通道。而这套体系呢，目前正在以金砖国家为核心逐步扩展。未来，金砖开发银行可以用黄金作为抵押，向非洲、拉美、东南亚国家发放人民币贷款，修建公路、港口、发电厂，全球融资不一定需要美元了。2025年7月，一个关键的事件发生了，黄金被正式纳入巴塞尔3的1级资产。什么意思？在过去的银行体系当中呢，黄金只能按照一半的价值计入资产负债表，它只是储备品，不是金融资产。但是现在不同了，黄金可以按照100%的价值计入银行资产，这意味着它重新获得了货币地位。下一步，全球央行正在推动黄金成为高质量流动性资产。一旦成真，那黄金就能像美债一样用作抵押、回购、融资。全球金融体系的底层逻辑将会被彻底改写。美国当然知道这一切。今年，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已经开始将黄金从伦敦运回国内。美国官方的理由是审计或者是关税问题，但是真实原因很可能是他们也在为后美元化时代做准备。现在我们正看到2个体系的分裂。第一个体系是中国加金砖体系的阵营，支撑逻辑呢是黄金本位 2.0， 信任来源就是黄金实物信任。第二个体系是美国和西方体系的阵营，支撑逻辑是数字美元稳定币、金融科技，信任来源是制度信任。未来全世界很可能出现一种双轨货币世界，东半球以黄金为锚，西半球以数字资产为锚。一个代表过去的信任时间，一个代表未来的信任技术。这场结构性的变革已经开始影响资产价格了。现在，全球央行和主权基金平均把20%的储备配置在黄金或者等价实物资产当中。美国银行最新的报告建议，这个比例应该提到30%。看似只有10%的提升差距，但是在全球的资产总量当中，这就意味着大概2万亿美元的新增黄金需求。而黄金不同于美元它不能被印刷，这意味着未来5年黄金价格可能会进入一个制度性重估的周期。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这场变化带来的配置策略是清晰的：战略底仓黄金 ETF， 中层周期弹性，比如铜、有色金属 ETF， 底层信任是创新层，比如比特币或者其他高贝塔的 ETF。 还有就是人民币资产将会受益于去美元化的趋势。所谓人民币资产不仅仅是人民币的存款，而是所有以人民币计价结算或者受益于人民币国际化趋势的资产组合，包括国债、蓝筹股、黄金、铜、有色金属，甚至香港发行的人民币债券。当全球资本从美元体系撤出，这些资产将会成为新的避风港。黄金是信任的回归，比特币是信任的创新，
它们共同构成了后美元时代的双支柱资产。过去一个世纪，全球只有一个标准，是美元。未来10年，世界或许将进入一个多元化货币的时代。中国用黄金重建了有形的信任，美元在用科技维护制度型的信任。货币不再只是政府发行的纸，而是一种信任机制的竞争。或许历史正在悄悄地回到原点，当黄金和信任重新绑定，货币的未来正在被改写。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深度宏观分析，记得点赞关注。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